外国莽汉出场龇牙咧嘴吓唬人，妄想把中国观众都给吓跑。气势汹汹的莽汉嘴里还骂骂咧咧，看来这家伙并不是真心来打比赛的，而是在故意践踏中国功夫的尊严，藐视中国选手的勇猛。难道外国莽汉真的就忘了很多年前霍元甲暴揍俄罗斯大力士的场面了吗？那正好趁此机会让他重新见识一下。出场龇牙咧嘴的外国莽汉叫米哈伊尔，他来自俄罗斯，是远近闻名的大力士，并且还是搏击擂台上较为出类拔萃的拼打型选手。龇牙咧嘴的模样确实很欠收拾。奉命收拾米哈伊尔的中国勇士叫郑兆玉，他可是中国大级别响当当的大人物，没有硬茬他是不会出手，只有碰见那种较为棘手别人打不过的外国选手，郑兆玉才会首当其冲奉命迎战。这一次他将代表中国功夫狠狠收拾米哈伊尔一顿，让他在赛前吓唬中国观众贬低中国功夫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郑兆玉的精彩表现。黑绿色短裤是俄罗斯壮士米哈伊尔，红色短裤是中国勇士郑兆玉。这家伙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战术，当即就对郑兆玉发起了猛烈进攻，一波接一波的进攻打了郑兆玉一个措手不及。幸亏郑兆玉经验丰富，很快就反应了过来。非常好。俄罗斯上来就是猛攻啊！这一方面呢，也是一种心理战，就是三板斧，所谓的下马威。其实刚才霍里菲先生也在讲，刚才在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包括他的走动。外国莽汉不愧是以莽汉著称，打起架来就是一点都不含糊，大不了挨到郑兆玉的防守反击，那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进攻的机会。持续的组合拳进攻打得郑兆玉有点节节败退。面对当下这个处境，郑兆玉想到了解决办法。转身边锤，看来他这个打法呢，还是确实很颇具一些的个性化的一些风格。OK， 开始，开始，尽量避免一些无谓的搂抱。开始，移动一下，移动步伐，左右之前冲。米哈伊尔的拳法进攻一刻都没停下来过，就算误伤踢到了裆部，那他也没有要休息的打算，当即就在此投入到了战斗之中。看来他是不把郑兆玉打废。米哈伊尔坚决不会善罢甘休，擅长拳法进攻的米哈伊尔进攻固然很猛烈，但有利就有弊。很快郑兆玉就发现了猫腻，并实施了针对性防守反击。应该是在上肢做动的不得分，但是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进行了干扰和压制。They change the speed of the game。漂亮！越来越高。打得非常的干净。从始至终，米哈伊尔都没有实施过一次腿法进攻，全部都是在用拳法来与郑兆玉展开对抗。再加上郑兆玉是练习武术散打出身，米哈伊尔这些小聪明根本就过不了郑兆玉的法眼。尽管米哈伊尔的拳法进攻很猛烈，但他的不出腿便是米哈伊尔最致命的漏洞。作为俄罗斯选手啊，他在攻击对方中，他打完拳之后呢，对对方的颈部有一个控制。The Black still keep going at it。第二回合开始了，大级别选手的比赛一般情况下都很精彩，就比如郑兆玉和米哈伊尔的这场比赛，他俩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过人的战术打法。定睛一看，米哈伊尔就是一个只会抡拳的莽夫，然而郑兆玉算是有点小智慧，并没有和外国莽汉展开多轮拼杀。就算米哈伊尔把拳头塞在了郑兆玉的脑门上，郑兆玉也会清晰判断出以下问题，总不能因小失大而酿成大错。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俄罗斯选手，就是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就一下解决战斗。但是我倒是觉得呢，可以跟霍利菲尔德先生讨论一下，就说看起来用的很大的力量，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有些选手打的是很轻松，可是呢，有时候
效果会非常显著。这应该有什么要点呢 So a lot of people, they throw the really heavy punches, but they didn't get the point.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y should, getting better quality, the punch? 米哈伊尔的进攻太猛了，根本顾不上裁判的警告。面对裁判的警告，他眼神中透露出了一丝厌烦，看来是打红了眼。打完一波进攻之后，就是实施搂抱。米哈伊尔尽最大努力将点数优势控制在手中，殊不知，此时的郑兆玉早就发现了米哈伊尔的秘密，多次的腿法进攻也算是让他尝到了点苦头。对，往后擦着打，不可这样的。对的，拿没劲儿了，玉哥。停！太明理了啊！我们听到场那边的教练也在指导中方的说，对方已经没什么劲儿了，可能体力下降比较快。从年龄上看呢，我们看到说作为蓝方选手啊，他年纪要稍微大一些，所以从体能储备上，他应该对方要略逊一筹。这哪没劲了，往后擦。好，已经进攻了，加个后手，加点后手。后手，手拿好，对了。停！因为米哈伊尔不喜欢出腿，那么郑兆玉便会用频繁的腿法进攻压制住米哈伊尔，尽全力阻止米哈伊尔的重拳出击。这个效果很明显，郑兆玉多次的提膝和腿法进攻确实抑制住了米哈伊尔，但这个现象并不会维持多久。如郑兆玉不更改战术打法，米哈伊尔很快就会攻破眼下这个限制，重新对郑兆玉发起一波接一波的猛烈攻击。好，玉哥不错。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从黑方选手的这个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第3回合开始了，郑兆玉没有烦也没有暴怒，更没有失去理智。这一次把米哈伊尔扔出擂台纯属意外，只能说米哈伊尔的重心依然是悄然消失，稍有不注意就会被扔出擂台。被扔出擂台的米哈伊尔并没有放松警惕，依然是保持超负荷的出拳频率与郑兆玉展开对抗。看来他是真把郑兆玉给看扁了。Think he need a knockout to win the Russian guy. 啊，现在从霍利菲尔先生讲，他可能就需要一个 KO 了，一个重拳的 KO， 否则的话，如果打不倒红方选手，他可能从点数上就要失败。所以我们也说，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热闹，可是效果上呢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是红方呢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技术，掌握场上的主动权。其实从整个第2回合的整个有效击中点来讲，红方的拳应该是23-10，啊，腿是2-1，所以从难道米哈伊尔真就以为郑兆玉是个普通的中国选手吗？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身为中国武术散打大级别的代表人物，郑兆玉有责任更有义务狠狠暴揍米哈伊尔。原则上来说，郑兆玉是占据着大比分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节奏也被郑兆玉从米哈伊尔的手中抢走。就算米哈伊尔的进攻频率很高，那又有什么用处？But I think physically he dropped his condition, The gangster's got too many skills. He get hit with everything. 而且说从红方来讲，他的整个技术、技能角度使用的东西更多一点，气息、腿法、拳法。Yeah, had hard. Got a lot of hard. 这几个组合呢，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It's a very physical game. The Chinese guy showed that he got hard. He got hard. He bagging back. 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最后1分钟，米哈伊尔的进攻还在持续。此时此刻被郑兆玉大腿打服的米哈伊尔，也在此刻使出了久违的腿法进攻。不过在这个时候，什么都已经晚了。Mentally well prepared again. So it don't go by looks. Right? 从他的解读更加好，说你不要光看他块儿大啊，不能光看外表。我们有一句哲学用语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对。So the Russian fighter build up the upper body more like even bodybuilder. 郑兆玉是累了，但米哈伊尔也好不到哪里去。进攻积极没有错，但所打出的进攻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根本就给郑兆玉制造不了任何威胁。好像看的就是我们讲更像一个健美的搞健美。
这个战术是对头的。最终郑兆玉获得了比赛胜利。郑兆玉凭借惊人的意志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成功打败外国莽汉，获得了最终胜利。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郑兆玉打几分？